永远不要和你的情绪死磕。你这么说，我突然想到昨晚，我躺床上，就因为白天工作群里一句没接上话，翻来覆去想了2个小时，越想越精神，越想越觉得自己情商低。我跟自己说别想了，快睡，结果脑子根本不听我的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很多人以为情绪稳定就是没脾气，永远平静，或者像有个开关一按冷静就立刻能冷静下来。其实不是的。今天我们想陪你一起看看，当情绪上来的那几秒钟，你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及怎么用几个不花钱的小动作，把自己从那个漩涡里轻轻捞出来。对，为什么越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反而越冷静不了呢？因为我们搞错了一件事，真正消耗你的从来不是那个情绪本身，比如生气或焦虑，而是你为了对抗它花掉的那些力气。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反刍，说白了就是一件事你在脑子里嚼了一遍又一遍，但你嚼的不是事实，是越来越苦的那个味道。所以我不是在解决问题，我是在反复咀嚼那个让我不舒服的感觉。没错，情绪来了，你想把它赶走，它反而赖着不走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一件事触发情绪，你开始对抗这个情绪，对抗失败，你开始自责，我怎么又这样了？自责带来新的负面情绪，然后你就更敏感了。所以你不是太脆弱，是你的大脑在执行一套过度保护的程序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它随便泛滥吧？当然不是，重点是换一个策略，从对抗变成让情绪流过去。下面说几个特别小的动作，你不用全做，挑一个最顺手的就行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，给情绪贴标签。当你感觉到不舒服时，不要在心里说我好难受，试着在脑子里轻轻地给它起个名字，比如这是焦虑来了，这是委屈的感觉，这是烦躁。就这么简单，起个名字就行。你别小看这一步，它的原理是把你和情绪分开。你不是那个情绪，你只是感受到了那个情绪。当你叫出它的名字，你就在调用大脑的理性区域，这本身就打断了情绪的自动导航模式。你不跟它打，你只是认出它。好，我下次试试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动作更直接，把你的手轻轻地放在胸口或者腹部，就只是放着，感受你手掌的温度，感受你的呼吸带动手一起一伏。好像真的会平静一点。对，因为这个动作会刺激你的迷走神经，直接向你的身体发送安全信号。身体一旦觉得安全了，警报器就不会一直响。这比你在脑子里跟自己说别怕别怕要管用10000倍。懂了，先骗过身体，身体松了，脑子也慢慢松了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是一句悄悄话，下次我好烦要脱口而出的时候，试着改成我现在有一个烦的感觉。我有一个烦的感觉，这和我好烦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大了。我好烦是在定义你整个人，我有一个烦的感觉是在描述你当下的一个体验。一个是在说我就是问题，一个是在说我遇到一个问题。前者会让你沉下去，后者会让你站高一点，拉开一点距离去看它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就是把问题客体化。第四个呢？最后一个也是最笨但最有效的，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脚底板。此刻感受一下你的脚踩在地板上是什么感觉？是凉的吗？地板是木头的还是瓷砖的？穿着拖鞋是棉的，地板有点凉。就这样，这个动作叫接地。
情绪上头时，我们的能量都冲到头顶，整个人是飘的。用脚底板感受地面，是强行把能量拉回到身体最下端。你觉得自己站得很稳的时候，就不容易被情绪带走。你刚刚说的这几个方法，都是让我们别想了，去做点别的。但我有个疑问，这不就是转移注意力吗？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你问到点子上了，这恰恰是很多人最大的误解。我们不是在教你忍，忍是我好气，但我憋着，是压抑，是更严重的对抗。那区别在哪儿？区别在于承认，忍是不承认有情绪，把它硬压下去。我们做的这些动作，前提都是先看见它，承认它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不是跟它打架，而是给它一个通道，让它流过去。所以不是忍着，是让它走。对，就像天空飘了一片乌云，你不需要跟乌云搏斗，你只需要知道它在，然后继续经营你的生活，它自己会走的。你越是拿风扇吹它，它越不走。情绪也是，你越对抗，它能量越强。所以我觉得这期想分享给大家的是，你不需要成为一个没有情绪的人，你只需要成为那个情绪来了，能对自己说一句“哦，你来了，你先待会儿，我忙完再陪你”的人。对，先看见自己，再把自己温柔地带回来。哪怕只是今晚烦躁时，把手放在胸口，感受3次呼吸，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里。希望你今天就能试试这4个动作中的一个。我们下期再聊。晚安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。